Hello，大家好啊！呢條片呢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深圳買房嘅成個過程啦。其實想剪呢條片好耐啦，但係最近呢2日呢，先將所有嘅流程搞完咯，所以就一直拖到而家。講返正題啦，作為第一次買房嘅新手小白，我覺得買房真係一件幾麻煩下嘅事咯。補充一下嚇，呢度呢，我講嘅過程麻煩呢，係指需要貸款按揭嘅買房咯。如果大家有充足預算存款買房嘅呢，我覺得應該會簡單得多啦。呢條片呢係主要講香港身份係深圳貸款買二手樓嘅成個過程啦，同埋所需要嘅手續啊、費用呢啲啦。但其實就算唔係香港身份啦，或者唔係二手樓啊，或者喺其他地方買，其實我覺得整體嘅流程或者手續應該都差唔多。所以呢，第一次買房或者有計劃買房嘅人呢，都可以了解一下㗎。第一步呢，就係揾中介同埋睇樓啦。目前市場常規嘅中介費用呢，大概係1個點到2個點之間啦。各個地產公司會唔同嘅，大家可以對比一下。我揾嘅中介呢，就係朋友推薦嘅，費用呢就1.5個點。睇樓嘅話，我建議都係明確返自己嘅需求，然之後再根據需求嚟睇會比較有效率啦。例如你嘅預算啦，你想要嘅房型啦，一房啊定2房呢啲啦，地區地段或者學位啊、物業啊呢啲其他嘅附帶要求咯。預算嘅話就最好以落地價嘅預算去睇樓啦，因為你除咗至少要俾3成嘅首期之外呢，仲需要俾中介費啊、稅費啊同埋各種手續費，其實都係一筆唔少嘅錢咯。如果對學位有需求嘅話呢，就要問清楚對應嘅學位名額啦，有冇淨喺度俾人用住。因為其實深圳呢係實行學位鎖定嘅制度㗎，有啲中小學呢一齊會鎖定9年啦，有啲就分開鎖定啦。就係話，如果你要買緊呢個二手樓咧，淨喺度有一個小朋友淨喺度返緊1年級咯，你可能就要等到6年後或者9年後先可以用到呢個學位資源。除非呢個小朋友跨區轉學啦，先可以解鎖呢個學位，唔係話你買咗呢個房咧，呢個名額就會自動轉到你名下。我買嘅呢間屋啦，就俾原業主將個學位租咗俾佢個朋友用啦，仲需要3年先可以解鎖學位嘅。所以如果對學位有需求嘅話，就一定要主動提前了解清楚呢個學位嘅情況啦。仲有呢，就係雖然中介會根據你嘅需求去推薦間房俾你啦，但係自己都要必須花時間去了解返嗰個地區路段嘅啲樓嘅情況啦。例如就整體嘅區域嘅市場價係點啊？社區周邊情況好唔好啊？生活方唔方便，同埋仲有冇發展前景之類嘅，都必須要自己花時間去了解咯。就係首先我本身喺深圳，因為已經有工作生活咗幾年啦，所以對深圳嘅至少係南山區都會多多少少有返啲了解。同埋睇樓之前呢，我自己都會 download 幾個唔同嘅買房 app 去對比一下唔同地區路段嘅啲房嘅市場價咯。其實而家嘅市場價呢，其實都係比較透明㗎。同一個房源呢，其實會掛喺各個唔同嘅房產公司咯，所以自己花啲時間呢，其實都可以了解得到㗎。就千祈唔好喺自己唔了解嘅情況下呢，就只係等中介嘅推薦咯。雖然中介呢會喺整體嘅操作流程上係會比自己專業嘅，但係到底想要買一個點樣嘅樓呢，都係自己會比較清楚嘅。喺確定要買咩樓之後呢，就要約業主簽合同啦。簽合同嗰時呢，一般就要先俾一部分定金先啦，一般係幾萬蚊。同時呢，係要確定一下之後嗰個流程嘅日期啦，例如你俾首付款啊、資金監管嘅日期啦。呢個日期一般係1個月嘅，其實主要係俾賣家用嚟準備資料啊，同埋準備首付款嚟用㗎。仲有交房嘅日期啦，一般係以原業主收到剩低嗰個尾款為準啦。如果原本嗰個業主唔可以搬嚟嘅話，租翻俾佢嘅話，租金幾多呢？咁呢啲細節都會討論，然之後都會喺合同上面做一個説明㗎。簽好合同之後呢，中介呢就會帶原業主去做公證啦。做好公證之後，你就要俾剩低嘅定金同埋公證費啦。定金嘅話，一般市場情況係20-30萬咁啦，睇間房嘅總價同埋你哋協商嘅情況咯。公證費嘅話，其實就係1000蚊嘅啫。簽合同之後呢，其實就係買家準備資料嘅時間。一般常規情況呢，係有1個月時間俾你準備嘅。
具體要準備咩資料呢？我之前就專門剪咗條片講啦，所以而家就唔再仔細講啦。想了解一下嘅話，其實可以睇翻之前嗰條片啦。我想講係呢，其實因為當時我唔知道辦理單身紙啊、聲明書呢啲資料需要幾耐時間啦，所以簽合同嗰時呢，就專門協商咗俾我1個半月嘅時間去辦理資料咯。其實後嚟先知道完全唔需要咁耐時間㗎。收入證明同埋銀行流水呢啲呢，就揾公司同銀行其實當日就可以搞掂。而減稅用嘅聲明書呢，最後過戶先需要用到，所以就係話其實你嘅首期款如果已經準備好嘅話，你可以即刻去辦理俾首付啊、辦理資金監管同埋貸款呢啲手續㗎啦。你完全可以係俾咗首付之後，再去慢慢搞嗰個聲明書啦，咁樣就可以節省翻成個流程嘅時間。資料準備好之後呢，就係要俾首期款去辦理嗰個房屋交易嘅資金託管同埋貸款手續啦。香港人呢，喺深圳買樓呢，係需要有深圳戶口嘅擔保人嘅。呢個手續呢，需要擔保人一齊去搞啦，主要就係簽各種唔同嘅文件啦，同埋就俾錢。我記得當時簽咗至少有幾十個名啦，同埋撳咗幾十個手印。費用嘅話，深圳嘅首期呢，至少係3成嘅，按揭利息嘅話都會比較高，5個點左右。仲有當時要俾評估費同埋擔保費咯，呢兩樣加埋嘅呢，就大概俾咗1萬幾，差唔多2萬啦。呢個手續辦理好之後呢，其實就係等啦，等銀行審批啦、出承諾書啦呢啲流程，你唔需要做咩嘅，就係等呢個得啦。大概需要等3到4個星期啦，你就可以喺呢個期間去辦理我之前講嗰個婚姻聲明書呢個資料。等銀行所需嘅手續全部都辦理好之後呢，就需要同原業主一齊去公證處做一個涉外合同嘅公證。呢個公證呢，其實只係港澳台同埋海外人士喺深圳買樓先需要辦理嘅，都係簽幾份文件啦，交個費用咁。費用嘅話，其實講係需要2/1000嘅，但係其實可以叫中介幫你申請個折扣啦，打個折，咁樣就可以慳翻一啲錢啦。呢個流程呢，大概係半個鐘就可以搞掂啦。呢個公證做完之後，就可以去申請辦理過戶手續㗎啦。我呢，就係喺辦完呢個公證之後呢，就即刻同原業主一齊去做不動產登記中心啦，就係當日去辦理咗最後嘅過戶手續㗎。呢個過戶手續嘅辦理呢，係需要3個工作日嘅時間，即係你要去一次先，然之後提交資料。3個工作日之後呢，你就可以翻去攞嗰個房產證㗎啦。仲有喺你攞房產證嗰時呢，就要交最後嘅契稅啦。如果你辦理咗嗰個婚姻聲明書嘅話，契稅嘅費用呢就會由3個點減到翻1個點啦，可以慳翻非常之多錢㗎。仲有呢，你要喺攞房產證之前呢，需要俾中介費用咯。至少我揾嘅中介呢係有呢個規定咯，我唔知其他嘅中介有冇話幾時交中介費咁啦。喺嗰度等咗2個鐘之後呢，就終於攞到房本啦。不過喺攞到房本之後呢，我只係影咗幾張相咯，然之後就即刻俾中介攞走咗去辦理嗰個銀行抵押手續咯。成個過程嗰個紅本喺我手上唔超過5分鐘。等咗大概2個星期啦，原業主終於嘅收到銀行轉賬嘅尾款啦。咁樣之後呢，我就可以進行買房嘅最後一個步驟啦，就係去收樓啦，仲有辦理嗰個水電燃氣嘅過戶啦。呢啲呢都搞掂之後呢，呢個買房嘅流程呢就結束啦。喺呢度有個地方需要注意嘅呢，就係如果你買嘅呢個二手樓啦，前業主仲未俾清嗰個貸款，其實佢提前贖樓所要俾嘅利息呢係由買家承擔㗎。所以喺呢度最後仲俾咗一筆1萬幾嘅利息費用咯。分享到呢度呢，其實成個買房嘅流程就結束啦。我自己呢都非常之開心啦，因為經歷咗2個月嘅時間，呢件事終於要結束啦。之後呢，就等過年之後開工裝修咯，再之後就可以住入自己嘅小窩居啦。呢條片呢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擁有屬於自己間房啦。
下條片再見，拜。